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6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欢迎阅读本期中国简报。今天是2023年5月25日，在 The China Brief， 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消息，以及独家专家分析。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独家洞察：日本真的又迎来新的高光时刻吗？这几天，伴随驻 G7 会议在广岛召开，西方媒体铺天盖地报道日本，把这个古老的发达国家又捧成了世界的明日新星。失落30年的牛夫人，真的一夜之间又变成了小甜甜。日本重回国际投资者视野，从巴菲特2020年投资日本股市就开始了，但后续热潮并没有形成。而从今年4月巴菲特加仓日本股市以来，投资日本才在过去的1个月逐渐成为国际话题。尤其是日本政府在最近1个月的国际舞台上异常高调，也获得了西方盟友对于其经济市场的重新青睐。巴菲特作为一个2级市场的投资家，投资日本股市，寻求稳健回报，这是无可厚非的。从长期回报角度，在日元低点加仓，更是聪明的投资时机。但是，作为产业投资的目的地，日本真的又有了新的增长点吗？难道过去失落的30年，日本真的被世界低估了吗？日本的经济泡沫破裂，与新老天皇交替的时间正好重叠。进入平成时代，由于日本经济一蹶不振，日本开始在越来越多的领域错失机会。过去的30年，日本错过了高端芯片，本来的芯片优势输给了台湾和韩国。显像管 CRT 时代，日本的电视和显示器称霸世界。但到了后 CRT 时代，日本押宝等离子 PDP 却错过了 LCD， 又将 LCD 输给了台湾4大面板厂和三星。而在后 LCD 时代，日本的一枝独秀夏普和 Sharp 始终在 OLED 技术上无法突破，让日本又错过了 OLED 时代。自此，整个平板显示时代，日本至今被拒门外。随着 iPhone 的诞生，人类进入智能手机时代，而日本厂商从当年功能性手机的强势 NTT Docomo 作为世界第一个运营商进入3G 时代，到日本企业在智能手机的全面退场。而同样的机会造就了中国手机品牌的崛起。人类从互联网时代到现在已经是移动互联网的后期，正在向 AI 时代迈进，而日本却还没进入数字时代。依赖传真机传送信息，纸币还有 51% 的使用频率，是发达国家里最高的。政府事务大部分还需要面对面前往柜台解决。而更有趣的是，日本的新闻网页浏览现在还保留注分页这一互联网初期的特色，也算是世界互联网文化遗产了。另外，日本最大的网站 Yahoo Japan 自从2022年4月开始，就已经停止了从欧洲的访问。在世界越来越开放的时代，日本的选择是越来越封闭，虽然以监管为理由。移动互联网时代，日本更是没有任何能让世界注意的企业。除了互联网时代大浪淘沙下来的软银，很遗憾，21世纪的数字时代，日本没有再出现任何新的优秀企业。而不得不提的是，电动车时代，日本一枝独苗的国际企业丰田也在错失住电动车时代。由于在电动车战略上的失败，导致了丰田章男意外提前退休，丰田的前景也不容乐观。而日本车厂在日本以外，尤其是中国，也面临住市场份额萎缩的困境。随着中国车企逐渐开始瞄准东南亚市场，以东南亚为市场重镇的日本车企，未来将面对更严峻的生存挑战。说完这些，我们不禁要问，今天日本突然成为了西方媒体的香饽饽，难道是西方经济界突然发现了日本新的经济动力吗？而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看到日本在任何方面有让人兴奋的迹象。相反，作为经济动力最重要的元素，社会活力则是日本至今仍然最缺少的致命硬伤。说到外国企业投资日本，看到最近外媒的新闻提到了日本有优越的法治环境。是的，作为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日本当然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日本封闭的文化和排外的社会环境，对其司法环境还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这里不禁想到了日产的前 CEO 戈恩，在被捕后被日本警方拒绝保释，拒绝家属见面长达108天，而日本警方莫提供任何具有法律依据的理由。日本的司法体制对于外资企业到底如何，是值得严肃深思的。
最后再说说彭博的分析文章，其预计了日本江重实当年以 Walkman 风靡全世界的风采，这不禁真的让人哑然失笑。过去30年实在找不到可圈可点的网记，只好拿40年前的光辉来凑数吗？本文作者吴宗尧，中国简报驻日本经济学家。中国商务部长赴美会见商务部长并出席 APEC 会议。路透社，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将会见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讨论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王文涛正在美国出席2023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此前，他会见了强生、3M、默克等美国企业，表示中国将继续欢迎美资企业来华发展，实现互利共赢。此次访问是在7国集团领导人在广岛会晤之后进行的。美国总统拜登和其他7国集团领导人将矛头对准中国的经济胁迫，并承诺在不脱钩的情况下降低风险。曾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象征，现在是房地产危机的标志。纽约时报，赣江两岸高楼林立，是中国房地产过度建设危机的明证。中国在2000年建造了大约200万套公寓，到2010年代中期，它每年建造超过700万套公寓。房地产迅速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约占所有活动的1/4。江西省省会南昌建造了宽敞的公寓大楼和闪闪发光的办公大楼，以满足人们对住宅和工作场所日益增长的需求。它以东进、南拓、西拓、北融、中兴的不惜一切代价推进城市扩张。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长期低迷已经暴露出南昌等城市的裂缝。南昌20%的住宅空置率高于全国样本12%的平均水平。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房价已经回升，在南昌等2线城市反弹更为温和，在较小的城市甚至不存在。中国的住房问题在大城市以外更为明显，因为过度建设在小城市更为普遍。开发商背负着债务，城市里到处都是空置的住宅，地方政府的财政因多年来支付 COVID 检测费用而耗尽。该行业创造了就业机会，支持地方政府为新建筑租赁土地权的财政，并为希望积累财富的普通中国人提供了为数不多的可靠投资选择之一。不管喜欢与否，美国需要中国科学家。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称，对中国影响力的担忧正在危及美国吸引顶尖人才的能力。该案件凸显了人们对司法部现已失效的中国倡议的担忧。该倡议以隐瞒与中国的关系为由，将华裔研究人员和学者软禁或戴上手铐带走。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案件后来被撤销。该项目几乎没有被起诉，但围绕着与中国科学家的合作营造了一种恐惧气氛，这限制了潜在合作伙伴的数量。许多最好的科学都是由国际团队进行的。此外，中国现在是一个科学强国，2018年的研发支出仅次于美国。学术界还根据最能帮助他们推进工作的人选择合作伙伴。美国大学的研究人员多年来一直选择来自中国比任何国家都多。万达商谈为2.75亿美元的私人债务融资再融资。彭博社，据彭博社援引未具名消息人士称，大连万达正在与贷方就一项2.75亿美元的私人债务融资进行再融资，该融资将于6月到期。瑞士信贷正在监督与贷方的电话会议，他们正在讨论为万达在传奇娱乐的股权支持的安排再融资。到2023年，万达至少有11.8亿美元的债券债务需要偿还，其整体财务状况已成为投资者和中国当局关注的话题。在过去10年大规模收购资产后，它一直面临偿还债务的呼吁。美团点评收入超预期，中国消费复苏。彭博社，中国外卖巨头美团报告称，在中国经济趋稳和 COVID 限制放松的推动下，2023年第一季度收入增长27%，高于预期。随着消费者恢复在旅行、餐饮和门票上的支出，其营业利润增长了1倍多。然而，上周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的销售增长放缓，给后疫情市场的外卖行业未来前景带来了不确定性。美团还面临来自字节跳动旗下抖音的竞争，抖音正在测试一项可以与美团和阿里巴巴旗下饿了么相媲美的杂货和食品配送服务。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中国黑客，微软。德国浪潮，据美国其西方盟友和微软称，受国家资助的中国黑客已成功渗透到美国关键的基础设施网络，类似的间谍攻击可能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中国否认了这些说法，称其为虚假宣传活动。在协调一致的努力下，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当局发布了一份咨询报告，指出 Volt Typhoon 背后的网络攻击者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类似的黑客活动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发生。
福特台风的袭击始于2023年年中，似乎旨在发生地区冲突时削弱美国。中国呼吁七国集团不要滥用贸易限制。商务部。路透社。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舒觉廷曾表示，中国希望七国集团不要滥用贸易和投资限制，并补充说，中国不会寻求与该集团脱钩。此前，七国集团呼吁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做法，并加强合作，以对抗其日益强硬的态度。由于增长令人失望，中国警告在全球市场闪现。彭博社。中国经济反弹乏力，加上北京方面不愿实施大规模刺激措施，正在影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和股市。最近的数据表明，中国的 GDP 增长将更接近政府设定的 5% 的目标，这与此前预测的大幅超调相反。由于担心其从大流行限制措施中复苏的势头丧失，投资者降低了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预期。与此同时，建筑活动增长滞后，而危机四伏的房地产市场在最初反弹后正在放缓销售，新项目也受到阻碍。随着新兴经济体反弹加入集团，金砖国家考虑大规模扩张。日本时报。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 BRICS 的外长将于6月1日至2日在南非举行会议，讨论继中国去年首次提出后至少20个国家的潜在成员申请。据南非驻金砖国家大使称，扩大该集团的举措据称是利好消息，因为它表明了全球南方对该集团领导层的信心。如果扩大，金砖国家可以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秩序，并让新兴经济体在不断发展的全球架构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除了讨论成员资格申请外，部长们还将讨论促进以当地货币计价的贸易。比亚迪否认竞争对手违反排放规定的指控。彭博社。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否认了长城汽车关于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汽油发动机不符合国家排放标准的指控。长城已向当地监管机构投诉，并表示正在等待回应。对此，比亚迪表示反对任何形式的不正当竞争。发动机测试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天津分中心因长城汽车的要求进行，行驶里程达670公里，长城汽车也采购并提供了车辆。中国信托公司正在清销风险资产，5件事要知道。日经亚洲。许多中国信托公司报告称，由于2022年的房地产投资亏损，收入或利润出现缩水，而监管机构加强了对价值3.2万亿美元的信托行业的审查。越来越多的不良资产，包括与房地产相关的风险贷款，可能会引起监管机构的关注。中共最高决策机构呼吁努力解决信托业风险。新加坡元兑令吉因中国担忧创历史新高。彭博社。由于对中国经济复苏的信心减弱，新加坡元兑马来西亚林吉特汇率创下历史新高。新加坡元兑令吉在过去4个交易日上涨 1.3%， 创下3个月来的最佳单周涨幅，而令吉则受到中国经济前景疲软和油价低迷的影响。有关中国零售销售和制造业数据低迷的报道，也在破坏重新开放贸易并对马来西亚的贸易平衡造成压力。与此同时，新加坡元受到政策收紧和中国游客涌入的提振。中国股市暴跌延续，交易员在节前急于抛售。彭博社。由于投资者在长周末前抛售股票，香港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 2.9%。该指数有望迎来自3月以来表现最差的一周，较今年的高点下跌超过 18%。信达国际控股分析师表示，香港股市的疲软主要是由于对美国债务上限的担忧。中国股市的抛售加剧反映出投资者对市场缺乏信心，同时人民币贬值以及对经济增长和地缘政治的持续担忧。台湾称软件问题延迟了新 F-16 的交付。路透社。软件问题推迟了66架先进的 F-16V 战斗机从美国向台湾的交付。台湾国防部长表示，该岛仍有望在2026年之前收到全部订单。延迟被认为与飞行控制软件有关。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今年迄今已经推出了2架 F-16V 原型机，但没有发表评论。假如新加坡称美中裂痕的某些方面似乎无法逾越。彭博社。新加坡副总理黄循财表示，中美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现在看来无法调和。他说，台湾海峡已成为该地区最危险的导火索。在第28届亚洲未来日经论坛上发言的翁说，两国的战略和意识形态分歧似乎无法逾越。黄循财还警告不要降低供应链的风险，称这可能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并导致全球经济更加分散和脱钩。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